为了继续拓宽自己的行商路，胡雪岩想尽办法在左宗棠和李鸿章之间斡旋，来缓和双方的矛盾。胡雪岩这一举动最终促成了李鸿章对左宗棠提供帮助，组建了长津，使得左宗棠打败了太平军，收复了杭州城。那么胡雪岩竟使得一向是左宗棠眼中钉的李鸿章暂时抛开个人成见，而对左宗棠提供帮助的呢？而杭州光复之后，胡雪岩又是采取了怎样的方式，使本来对自己满是怨气的母亲，最终破涕为笑的呢？台湾师范大学曾仕强教授为我们带来系列节目《曾仕强评胡雪岩》，敬请收看第5集《左右逢源》。胡雪岩最喜欢讲的话，就是说赢了大家分，输了我自己承担。现在他又说，都是自家兄弟，只要我能办到，我不能亏了大家啊！这种话如果只是嘴巴说说，那就是骗人的，会使人感觉到很不那么好听，一点实惠都没有。但是雪岩比较不一样，他心里头的确有这个想法。他说只要我能够办到了，我不会亏待大家，这个是真心真意的，所以他比较会感动人。他讲这句话有什么目的？他就是想到自己的母亲，自己的妻子可能连饭都没得吃了，可是他又不能明讲说，阿宝你送些米粮回去跟我们家里吃，这种话说出来不太妥当。他也不能说好这几个人每一家我都带一点去，他没有，所以他只能说我能办到的，不亏待大家。就在胡雪岩惦记起杭州的家人时，杭州老家的母亲和妻子已经无米下锅。胡老太太让胡太太去程响家借米，但是由于胡太太知道瑞锦住在程响家，去恐怕也是白去。哎，叫你去你就去呗。胡老太太要胡太太向程祥家借米，胡太太为什么不愿意？他知道有一个人一定是在程祥家里面，我现在要到程祥家里面去借粮，那个人在哪里？我怎么办？那个人是谁？就是瑞锦。胡太太她也知道瑞锦喜欢雪岩，雪岩也很喜欢瑞锦，她知道，只是事情的发展她会用比较理性，我觉得胡太太是比较理性，想要找到一个比较圆满的结局，这是她的修养。但是尽管有这个修养，两个人见面还是很尴尬的。你说好听的话，瑞锦会怀疑你是真心的吗？你说不好听的话，就表示人家还没有进来，你就气度很小，那将来怎么处呢？所以这种情况之下，他是100个不愿意去借粮，可是又没有办法推辞，因为眼看着就没有米下锅了嘛。所以他只是说，我去试试。胡太太到了柳承祥家，正好碰见瑞锦，两人一番尴尬的交谈之后，胡太太，嫂子，你想开点儿，哪个男人没有几年荒唐的啊？账只管一账，我早想开了。账户就是1账之内你管得到，除了1账你就少管它。当然这种话听听是可以，完全把它当真的也不好。我们倒是觉得有些事情呢，你管得越紧，
他纰漏出的越多，才是这句话的真意。有时候你不去管他，他反而会自觉，他反而会自主，他也会自律。你样样都管，就是把他当犯人了。你既然把他当犯人，他就越来越有兴趣啊。那我就放给你看看嘛，看看你管不管得到，反而引起相反的效果。所以我们再说一遍，你要不要嫁给商人，你事先要衡量。商人他是相聚的时间比较短，而别离的时间比较多。他是关心你的，而操心公司业务种种人际关系的时间是比较长，这是没有办法避免的事情。同时，商人他的处境跟花天酒地几乎是很难分开的。你要在里面洁身自好怎么样，有时候啊也难免惹来一身骚，这是先决条件。那如果你决定要嫁给一个商人，没有关系，你就要对他有信心，然后你怎么样去跟他好好相处，这个婚姻才会持久。否则的话，两败俱伤，谁都没有好处。吴雪岩让玉慧到登评书那里印象。当他得知洪章要从洋人那里购买机器，于是悄悄地替李鸿章向洋人预付了定金。定金 Yes, sir. Hu Xueyan, the manager of Fuhuang Bank, personally sent this to. 这富康钱庄给他们送来的。雪原代李鸿章预付定金，鸿章有什么反应？雪原的目的不是为了讨好李鸿章，不是，他不是两边讨好，脚踏两只船，想两边得利的人，他不。如果是的话，那也不过是个小人。他只是想不要因为他弄得李鸿章闹越将，那他就很罪过。所以他千方百计的想要缓和两边的摩擦，想要减低双方的敌对。当然说起来他也是自私，因为他夹在当中，他变成夹心饼干。他也知道李鸿章不敢明的去动左宗棠，但是会拿他出气，他也知道。所以他一看到李鸿章办事情，他就偷偷的去替他付了定金，希望让李鸿章有点感动，说胡璇这个人啊，不是专门仗了左宗棠的事要跟我过不去，看看能不能气氛上缓和一点。可是李鸿章他是不领情的，租银5万两，这是给左宗棠买枪，楚是楚，怀是怀，别混为一谈。丁日昌，卑职在。既有此事，为何不报？这是怎么回事？因为他是主办人嘛。丁日昌既然说他不知道，那李鸿章就很火大，你不知道？奏折批下来，立即将此款退还。来人呐，在。传我的话，让张书生帮助左宗棠的人张接近建起来。左宗棠势力日强，倒不如成其好事。李鸿章说倒不如成好事，是真心的吗？我想是真心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李鸿章他是个政治家，他知道你朝这边走也走出路来，朝那边走也可以走出路来。他不是像一般人只会走一条路，他不会。所以他想，我可以阻扰的时候我就阻扰，我阻扰不了的时候我好事，阻扰的时候我有很多办法可以打击你，顺的是成其好事，我照样可以想尽办法来打击你。这是政治家一定有的风范。我们不要用风范这个字，用素养好了。其实说风范也没有过分，本来就应该这样了。
见风转舵，然后呢，趁势而为。左宗棠去好长解军后，开始攻打占领杭州的太平军，而此时胡雪岩却开始紧张起来。左大人攻打杭州，雪岩为什么特别紧张？因为雪岩把所有的资金都投进去了嘛。这一仗如果不赢的话，那他全泡汤了嘛。所以作为一个商人，他可是他那种要求胜利的心是不会输给左宗棠的。阿宝回来了，东家打得厉害呀！他们光在城外打，根本就没攻城啊，人太多了。是官兵死得多，还是太平军死得多？我分不清，到处都是尸体。大哥，万一攻不下来，咱还赔了5000两银子。我看我们是血本无回了。丞相，何止5000两啊，50万两啊！这是咱两家的身家性命。再说第一次做生意不能败呀！大哥，陈强担心血本无归，雪原却说不败，有什么不同？是积极的思维，一个是消极的思维。谁是消极的思维？陈强就是消极的思维。他老想到输了怎么办？输了我们血本无归吗？你为什么想输呢？你看，雪原就不一样了。雪原说绝对不能败，绝对败。他是比较正面的思想，说不会败，我们想尽办法要赢。但是中国人很高明的，他绝不说赢的。你一说赢，多半会败。你不败就好了，你说胜干什么？你看我们中国人跟日本人就是不一样。日本人这里喜欢弄一个白布袋，上面就会写必胜，他一定要胜。中国人从来没有，中国人都说不败，我不败就好了。各位好好把必胜跟不败去好好体会一下。我是常常跟外国人介绍说，我们跟日本人信东方，那日本的名字叫做东方必胜，我们中国人就叫东方不败。这个是很高的智慧，真的要好好去想一想。你看我们战争只求不败，我们没有求必胜。必胜是老天爷的权项，你不要去侵犯它，人为的只做到不败就好了。我要见左大人。左大人有要事，不见。我可不能那么走，不能那么走。走这当头炮。前方战况激烈，左大人却在下棋，是什么道理？这一点是胡璇非常不能接受的事情。他非常紧张，要去见左大人，卫兵阻挡不让他进，他想尽办法钻进去，一看左大人在下，怎么这样说呢？打仗呢，你还在下棋？反而是左宗棠来，哎，胡先生，你来跟我下这盘残局。各位想想看，如果左大人自己也拿刀上战场去拼，这个仗还能打，那就表示前面都死光了嘛。剩下他也要亲自上战场了，没有。左宗摆明的就是说，前面你们去打，我在这里，我少干预你们就好了。这个时候他发号施令，调动什么，只有干扰前线的了。你们去打，我对你们有信心，你们怎么打就可以，打赢我就换衣服，做胜利的呼声，不就好了吗？这才是大将的风度。当然了，我们要雪原做到这一点是不必要的，因为他不是大将军，他有这个素养干什么？他不急那才怪的，他不急就表示这个人很麻痹吧，他急是正常的。左大人，我的身家性命可全压在这账上了。大帅，杭州城打下来了，三军将士列阵，
秦大帅继承。这盘棋赢了，你赢了，哈哈，赢了，你赢了。左宗棠收复了杭州城。胡璇第一件事情做什么？各位猜猜看，如果说他那个做那个，那这个人根本就是大逆不道，心中没有母亲的存在，你要谈什么孝不孝？可见他什么事情都不能做。第一件事情回家看母亲，娘，孩儿不孝，让你老人家受苦了。娘，我回来了。雪原回家，他妈妈没有把他当客人。如果妈妈说你回来了，那就把他当客人了。如果还说欢迎欢迎，那就是脑痴呆嘛。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人说这才是现代化，我是觉得非常奇怪的事情。他妈妈板了个脸，根本就不理他。他心里想一个不孝的人，你在外面有没有想到我们呢？这才是真情。雪原跪在前面，动都不敢动。你看这时候他太太表现得多好，陪他跪。如果他太太也在妈妈的面前要一直骂这个胡璇，那以后也还是要投的嘛。你这个时候借妈妈的事欺负我，等等妈妈离开我就教训你。所以很多事情呢，我们要好好想，都是自己惹出来的。雪原也没有跟妈妈说我在外面怎么辛苦，什么都没有，因为他越讲，妈妈越气。你辛苦，你回来就好，你辛苦干什么？我要你辛苦，我稀罕你呀。我们讲任何话都要想一想，讲话的人。我们已经讲过，雪原他很机灵。他很会讨好家，你看他爬着过去，跟妈妈讲一句话：“娘，您看我是不是老了？啊？”就这么一句话，把所有的都化解掉。妈妈破涕为笑，因为这句话就代表很多很多意思。第一个代表说，你们在这里受苦，我在外面不受苦吗？那不受苦，我怎么会老呢？啊，第二个呢，我如果回来了，我比现在更老，更没有力气，更没有用。好，那你要这个儿子干什么？我在外面虽然是老了，但是你看我穿的衣服还蛮堂皇的，我赚的钱回来，可以好好孝敬你，代表了多少意思？你怎么讲，妈妈都听不进去。你就这么一句话说，你看我是老了。妈心里想，你这个家伙又来了，就什么事都没有。娘，你儿子发财了。好啊，发财就好，发财就好啊。老实讲，他以为这个才是妈妈最大的安慰，其实是他自己最大的安慰。他也不太了解他的妈，也不太了解他的妻子。他不太了解，人总是最知道自己要什么，而不太去理会别人要什么。所以他说发财了，是并没有什么很兴奋的样子，他反而担心说：“可是兵荒马乱的，你发的什么财呀？”娘，儿子运气好，好事儿让我给撞上了，这钱往我口袋里蹦啊！赚那么多的钱，这行吗？他只是有点担心，你这个时候你能正正当当做生意吗？但是胡璇他不是这样想法，他认为发财是一回事，怎么财又是另外一回事。我想这一点呢，也会对胡璇产生很大的影响。所以他说：“哥，这钱赚起来还真是挺费劲。”挺费劲的。
他这么一来一回啊，其实也交代了很多事情，跟前面说，你看我是不是老了，是互相呼应的。当然，我也不认为说，雪岩知道这些道理，他去应用，不是。他只是摸索出一套方法，他说出原则原理来，他也说不出来。一般人有了经验以后，都很喜欢自己去归纳原理原则，弄巧成拙，因为他没有那个素养，最好不要这样。吴雪岩看过自己的母亲和妻子之后，又柳征祥家看望，不料一进门，发现柳征祥的小舅子唐军的玉良官苏晃的尸体。院子里面，苏环妹，吴雪，你还有脸到这儿了？陈强妻子像发疯一样的要向他讨他弟弟的命。陈强这个时候啊，老实讲，他想劝也很难。当然，他表现很好。当事再闹下去的时候，他是大声骂自己的妻子。还我弟弟！别闹了！雪岩有难处，你们知道吗？啊！有本事公堂！他表现得可圈可点，可还是要雪岩自己来化解。他就摆明了嘛，这仗又不是我要打的。再说，你没看见官兵也死了这么多人啊？他又加上一句话：如果我不参与，可能死得多。这种话是有道理，可是站在当事人的身上，他是听不进去的。所以整个的发展其实都是很正常的。我们不要认为说谁对谁错，也没有人对，也没有人错，反正就是这个样子。不过他讲了一句话：我做的事，我胡雪岩一个人担着。他是帮陈强洗刷了他的罪名，这陈强更麻烦，因为这件事整个是他惹起的嘛，对不对？苏晃是谁？是他的小舅子。小舅子找姐夫，天经地义的事情。那姐姐也同意，因为一家好的，你变成帮助外面的人来打自己的弟弟，那你还像一家人吗？所以这个时候他就撇清了，说跟陈强没关系，我一个人做，一个人承担，你要恨我好了。他表现得非常的，不是勇敢而已，很理性，很明智，很恰到好处。经历了战争之后的杭州城已变得满目疮痍，老百姓的生活也早已困苦不堪。吴雪岩此时做了两件事：一是给战死的亡灵举办了义葬，二是打出血祭的招牌，设立粥厂。吴雪岩做的这两事各自是出于怎样的考虑呢？这对于他在杭州开办生意又将产生怎样的影响？敬请收看第6集《扬名立业》。